广角镜头，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可以用来拍风光、拍星空。不过各位细想一下，最近这几年，无论是否拥有相机，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广角镜头。大家不妨翻看你手机的相册，看看有多少照片和视频是用广角镜头来进行拍摄的。Hello， 大家好，我係 Kelvin。每一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今天让我和大家分享这支在我心目中最接近完美的 Sekako 广角镜头14-24 f2.8s。在14-30 f4s、24 f1.8s、20 f1.8s 之后，这是尼康 Sekako 的第4支广角镜头，也是尼康 Sekako 大三元镜头的最后一支。短短2年时间，这几支镜头一次又一次打破我对广角镜头的一些固有印象。14-30 f4s 轻便82毫米的平整前镜组，让不少人为了它而购买尼康的 Z 系列相机。虽然它有优秀的画质，还有畸变控制，但是外变焦、f4 的光圈，还有不是特别优秀的星芒，不少朋友还是更期待 Sekako 的14-24 f2.8s 的到来。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我觉得它应该不是轻便的，因为它霸气的外形和14-30 f4s 比起来，简直就是给人一种王者的感觉。不过，当我拿在手上面，我才发现它仅是看上去胖，实际上面却是个瘦子。650克的重量，仅是比14-30 f4 重了165克，也是 Sekako 大三元镜头中最轻的。在外形上，它和2070 f2.8s、70-200 f2.8s 一样，除了对焦环还有变焦环以外，还有自定义控制环、自定义按键，还拥有液晶屏幕，一切都是熟悉的感觉。这支14-24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前镜组，它并不像它的老大哥 F-Kako 14-24 f2.8 那样子拥有这个大灯泡的造型，也不像二哥14-30 f4s 那样子拥有完全平整的前镜片，它有那么一点弧度，对，就那么一点点。广角镜头一般都是风光摄影师必不可少镜头，不过呢，风光拍摄离不开滤镜，滤镜的安装方式和使用成本也是大家购买广角镜头前必须考虑的问题。这次尼康的镜头工程师非常的聪明，随镜附送了2组遮光罩，还有镜头盖。当不需要使用滤镜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HB96 遮光罩；当需要使用圆形滤镜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HB97 遮光罩，把滤镜直接安装在上面。但是呢，这个滤镜口径呢是112毫米的，目前售卖这个尺寸的滤镜厂商呢还不算多，价格嘛也不算特别便宜。不过呢，我相信呢之后会有更多的厂家推出适配的滤镜，价格呢也会更低。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使用 HB97 遮光罩之后，再加上这个镜头盖，整个镜头体积呢将会大大增加。那尼康的镜头工程师呢，肯定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这次呢，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卡口位置安装后置的胶质滤光片。那其实呢，还有另外2种方案的。那第一呢，就是使用内置的 ND 滤镜，可以把它安装在这个传感器上。那又或者呢，使用这个支架系统来进行安装滤镜。那到底呢，你们喜欢哪一种滤镜系统呢？请在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在画质方面呢，这镜头呢简直就是完美了。在14毫米端，从 f2.8 开始，中心还有边缘呢都表现优秀。但是呢，认真对比的话，当光圈缩到去 f4 开始呢，那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锐度呢，都有同样出色了。那真的是买变焦送定焦的感觉。那当光圈呢一直缩到去 f8 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从 f16 开始呢，锐度明显下降。在24毫米端。2.8 光圈下，中心锐度不错，边缘弱一点。当光圈缩了去 f4， 中心还有边缘呢都有提升，但是呢边缘呢还是偏弱。从 f5.6 一直去到 f8.0 呢，中心和边缘呢就有逐渐的提升。在畸变控制方面，无论是否打开了机内镜头矫正，在14毫米端还是24毫米端都控制得很不错。在暗角方面，无论是14毫米还是24毫米端，传开光圈下都有明显的暗角，一直缩了去 f5.6 呢才会有明显的减弱。紫边控制方面，这镜头呢简直就是完美了，在大光比的拍摄环境下，根本看不到任何的紫边，还有色散。在星芒方面呢，我也不多说了，大家直接看照片吧。
看双光方面，由于1424拥有纳米结晶图层，还有抗反射高清图层，那无论光线从哪个方向进入镜头，都有效的控制鬼影还有双光。那所以呢，无论在14毫米端还是24毫米端拍摄，我都很难拍摄到鬼影和双光。那除非呢，真的在极限的情况下才会有一点点的双光。那如果呢正常使用的话呢，可以直接对太阳怼着拍摄。还有呢，这支镜头的浮图层呢也有非常好的抗污性能，哪怕不小心碰到水滴、指纹都可以轻易清除。在郊外虚化部分，只有在24毫米端 f2.8 光圈才有一定程度的虚化效果。不过呢，广角镜头的大光圈呢本来就不是为了虚化而设计的，而是为了拍摄夜景或者星空时可以使用更低的 ISO、更短的曝光时间，拥有更多的进光量。说到拍摄星空，估计也是大家购买它的主要原因了。不过呢，过去的3周啊，我所生活的城市呢，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用它来拍摄一张完美的星空照片。不过呢，之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肯定会单独拍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它来拍摄星空的一些感受。虽然呢，这支镜头呢并没有防抖，但是呢，搭配尼康的 Z 系列全画幅无反相机的这个机身防抖呢，我可以使用比较慢的快门速度，手持拍摄出清晰锐利的照片。尼康的所有 Z 卡口镜头呢，都有为视频拍摄做出优化，呼吸效应的控制极好。也是由于它这个轻便的镜头设计啊，哪怕把它放在轻便的稳定器上面，它都可以应付自如，非常适合用来拍摄这个房产或者室内设计的相关视频。在我看来，最完美的镜头就是可以每天把它带出门，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拍摄。很多初学者和摄影爱好者一直都觉得广角镜头只适合用来拍摄这个风光，但是呢，我个人看来，1424这个焦段呢，不仅可以用来拍摄风光，它还可以拍摄人像，记录生活，拍下生活中的一切。也由于它拥有比肉眼更广阔的视角，通过它可以把我们的美好的世界更完整的记录下来。视频最后，我再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作为资深的尼康用户，尼康的相机和镜头一直都拥有不错的操控还有做工。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无反相机的到来，市场上面对视频的拍摄需求呢逐渐增加。尼康虽然一直默默的努力向前，一直努力突破自己，但是相机的视频拍摄参数呢，或许还是未如理想。内录 N-Log 也一直没有出现在最新的相机中。每次的新品发布之后呢，还是有不少朋友觉得它不够好，觉得它缺少了发光点，总是觉得它比别人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只要你真的是拥有它，陪伴它，深入了解它，你就会发现它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总有一天它会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